弟兄们，请稍息。这些年，我朝思暮想，牵肠挂肚。虽然身在几千里之外，但是每时每刻不再惦念着你们。今天，我终于回来，回到了自己的部队，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你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我还不认识，但是看着你们，就熟悉和亲切的如同家人。面对着你们，就像面对年轻的自己，就有一股热血在老朽的身上汹涌奔腾啊！这不仅仅因为这支部队是我亲手创建，更因为你们历经磨难，九死一生，如今精神依旧，雄风依旧，威风依旧。凤凰涅槃，壮哉伟哉！79军在你们身上终于未死，终于重生啊！为了这一切，为了这生生死死的一切，我谢谢你们，我向你们敬礼。长官，我来迟。请你先等一等。弟兄们啊，国土沦丧啊，百姓蒙难，大敌当前呐！我作为一个老军人，79军的一个老兵，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发扬武培梅军长和79军东条山英勇杀敌的铁血精神，一往而无前。坚决抗日，誓死克敌，还我河山！坚决抗日，誓死克敌，还我河山！林彪，79团升格为甲种团已经成定局了。我走了之后，正式公文就会到了。你做好准备了没有？做好准备，长官。千万不要抱任何幻想，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把79团摔打出来，壮大自己。只有你壮大了，他们才不敢吞掉你。明白，明白。这一次麒麟山之行虽然来去匆匆，但是大开眼界，不虚此行啊！希望各位好自为之。后会有期。是，长官一路保重。林彪，有79团交给你了，希望你再建奇功，重振79团的威风。请长官放心，云彪明白。还有你，秀才当兵，光摔100个跤是不够的，要想练出好筋骨，还得接着再摔。是。好好好好。这个老东西，滴水不漏，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说，恰恰证明了什么都已经安排妥当。79团升格为甲种团，怕是覆水难收了。石云彪一旦羽翼丰满，就越来越难驾驭。这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
不过嘛，这个陈上将的那一番演讲，倒是蛮鼓舞人心的。誓死克敌，杀敌建功。我看79团注定要在今后对日军的作战中立大功啊！同志们，经过长时期的僵持和对峙，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出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新的形势。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啊，在太平洋作战屡遭挫折。在欧洲，苏联红军已经开始了大举反攻，法西斯希特勒节节败退。中南长官部连日来多次秘密发来急电，命令在敌占区和敌后活动的各个部队厉兵秣马寻找战机，争取同日军进行几场影响大的战斗，以正视听。恰好我们的地下谍报人员送来了确凿的情报，盘踞在洛安州的日军准备在本月中旬对我麒麟山进行扫荡。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呀，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。军分区经过慎重的研究考虑，并报上级批准，我们准备组织一次大的战役，联合友军主动出击，打击敌人。而山南的新四军杨廷辉部日前也派人前来联络，请求与他们配合作战。依据各种情况，我决议在义公庙一带组织一场阻击战。吕总，我有个建议。请讲。是。这一带的地形坡缓林隙，易攻难守。仅我79团的防御正面就有1公里，防御正面如此之宽，防御兵力必定疏而漏之。日军这次是倾巢而出，打大伏击力不从心，打小伏击隔靴搔痒。我以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杨廷辉部再协商一下，改变我们这种各自为战的打法，集中我部和新四军的兵力，在南楼一线天打击日军最骄横的主力佐佐木大队，争取将其全歼。石团长的设想确有过人之处，可问题是，新四军会怎么想？他们愿意配合吗？恐怕杨廷辉未必听我们指挥吧。吕作的意思是，各位还是各负其责，把账算得明白一点为好。听令！从敌人的势头和地形上来看，牌坊店一带会最早进入战斗。一旦口子被扎住了，又是逃敌的必经之路，极有可能成为这场阻击战的主战场。应该派最精锐的部队来把守。可他们居然会这么用兵，把张家峪的246团放到了塞什基。塞什基的地形险峻，前后都是平川，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。你们说，高汉英要是不把他的嫡系放在这儿，他还叫高汉英吗？用兵的偏颇，还是由来已久的，这个我们且不去管它。要紧的是，这是我们79团升格为甲种团的第一仗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要审时度势，缜密布局，拿出我们自己的方案来，全力以赴，克敌制胜。是。又怎么了？大哥，有这么排兵布阵的吗？放着装备最精良、兵马最强壮的主力246团不用，倒把兵员最新、装备最弱、实战经验最缺乏的新79团推到刀架上去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难道就不怕世人议论，戳你的脊梁骨吗？我有我的用兵之道，你懂什么？哼，你的用兵之道，莫非就是亲亲疏疏，排斥异己，以邻为壑？高小姐有所不知，这并不完全是令兄的意思，这是军委会陈上将临走前留下的明确训示。
陈上将，是他安排你们让79团去送死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陈上将的意思是，给已经恢复元气的新79团以机会，立大功的机会，杀敌建功。这是他当着石云彪团长和我们的面亲口交代。于是你们就可以不顾79团的真实情况，借此机会把石云彪推下刀山火海，是吗？够了！秋江，石云彪是你什么人呢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瞎打抱不平，成何体统？这里还有没有军纪军法？况且人家不领你的情，迄今为止，人家连面都不想见你一下吗？好，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干什么？我们的战地服务队将根据战场情况，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你，让二位见笑。李总，这没什么，只是高小姐把儿女情长与军中的公务搅在一起，实在太让你为难。是啊，女大不中留啊！哎，你这说半句吞半句的，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呀？李总，我有一个建议。说。任机驶向南1里。任机驶。左边1里。团长，今天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只是讲。要想稳固全线的防守，打乱日寇的进攻计划，就必须出其不意，设法吃掉他一部分有生力量。如果我们用1个排的兵力做诱饵，佯作败退，从这里撕开一条口子，把敌人引诱到一线天、玉谷山林地带，然后再合而击之，必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以攻驻守，威慑顽敌，稳固前线。团长，好主意啊！只是此举太冒险了，负责扎口袋的部队压力太大，既要恰到好处的切断一定数量的敌人，又要承受2方面的进攻和挤压。假定你诱敌1个日军大队，给你足够的兵力，你要多长时间方能将其全歼？至少2个小时。2个小时。给你3个小时，我负责扎口袋、堵退路，你跟赵芳负责诱敌歼敌。是。团长，团长，搞清楚了，咱人正面进攻的是日寇的吉野大队。我知道了，你们赶快按预定方案行动，快！团长，可你这已经伤亡这么多人了，别那么多废话，你那边打得越坚决，我这边就守得越彻底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心浮气躁，把他们全吃掉，打不好命令来见我。是。好，你在后面给他盯着，是，让他指挥，是。石云彪好像力不从心了，火力比刚才减弱了。这一仗打下来，石云彪不是全军覆没，也得伤亡惨重。你们快看，有一队人马在往外突，撕开口子了。这回日本人把石云彪给灭了。
正好解我们心头大患。张家玉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唇亡齿寒的道理你懂不懂？立刻传我的命令，各部做好撤退准备。一旦发现日军从牌坊店向我运动，立即放弃阵地，退往102地区集结。是。报告旅座，高队长带着淡季部队设立指定位置，往牌坊店方向去了。是。李总，让我把他领回来。不用了，干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指导指定位置，接大队已经追上来了。好，立刻迎兵。是。老赵，你带1连2连做好战斗准备，等鬼子进入了伏击圈，横着来打。我带3连从侧翼斜插过去，尽快结束战斗。那样太危险了，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石团长他们那边压力。那我上这边，别争了。3连，跟我来，走。真有敌人，大约是2个小队，正在同高汉英的女兵在交火。另外，我从那边发现了一个岔道，咱们可以包抄过去。等等，你说高汉英的部队里有女兵？对呀，是好几个呢。怎么了？咱们在鬼子屁股后头打了一家伙怎么样？咱们不是执行穿插任务吗？再说了，帮国民党干嘛？又不长进了吧？这叫打证据，打统一战线。高汉英的女兵估摸是后勤部队，没多少战斗力，该伸手的时候就伸只手，捞他一把，迅速撤离。行，听你的，走，跟上，走。就让小鬼子抓起他小老婆来，我狠狠的打！打！狠狠的打！对准了打！打！别怕，这是头一次，以后就没事了。快去，快去！快点，快去，快去，快，快点，快，打！给我打！
队全部歼灭。这是吉野的指挥刀。好，这是咱们79团升格以来的首次大战。虽然伤亡有些惨重，但咱们终于是赢了。报告了，高队长带领战略部队前来增援我部，遭遇敌情，现情况不明。孟涵，到！你马上带一小队去解决他们。是。是舰长，用力开火！是舰长。对，就这么打。队长，不好了，鬼子要上来了！妈的，来不及了，还说要增援79团呢，老娘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！新四区来增援我们了，冲啊！跟上，快点，快跟上！团长之命，全力接应。你说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石团长听说你们遭遇了敌人，叫我火速前来接应。你们赶快撤到安全地带去。走！打哪儿啊？我儿丢啊！还打哪儿？参谋长，参谋长，注意到挂彩了。挂彩了啊？那人呢？进报找所了。好，就。注意到！注意到！你喊活呢？你小子吓得我不轻。瞧这模样，也没受什么伤筋动骨的重伤嘛。谁说我受重伤了？啊？那你还赖在包扎所里？走。哎，大哥，我给你捡回来个人。装神弄鬼的，谁呀？韩春云。
为表彰先进，均分区研究决定，特给予陈埠县县大队及集体2等功1次，给予朱玉道等3名同志记2等功1次。今天的任务清楚了吧？清楚了。哎，副排长，家里的农活都收了吗？还没有。给家捎个信儿。哟，那不是周中队长吗？哦，是岳秀英区长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2区的徐家集组织建立孙政权，刚回来。啊，朱中队长这又是忙啥呢？跟胡排长说好了，去陈家店帮着民兵搞搞训练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啊，张队长，啊，你们谈工作，我和小王先走一步。行，先去吧。是。区长。哦。什么事儿？也没啥大事儿。我们2区啊，这次想给你们立功的大功臣家里头发慰问信。啊。不知道这信是发给你爹妈呢，还是发给你家里的娘子啊？娘子？什么娘子？你笑啥？我那个娘子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的肚子里钻着呢，还娘子。是啊，咱们这些人呐都一样，这光顾着卖命干工作了，这个人的事儿啊，谁也没顾得上。怎么你也还怎么着呢？天儿真热哈。热。进去歇歇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张大队长，在这儿。我们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好。那咱们边走边说吧。啊，走吧。就这些，完了。这件事现在到处在传，影响很不好。我们想来想去，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，所以想请大队长尽快找一下朱一道同志，认真严肃地跟他谈一次话。对，谈什么？第一，说朱一道搞女人，有证据吗？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，就下结论，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。第二，就算朱一道跟岳秀英亲热一些，那也是同志之间的亲热，是军民之间的亲热。难道我们希望他们一见面就吵架吗？第三，朱一道已经20老几了，岳秀英也20多了，这种年纪要是不打鬼子，在蓝桥部
恐怕男娃女崽的已经下了半个班了。他们俩一个是汉井一口，一个是光棍一条。依我看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。不让成家是组织约束，可是人家连想一下都不行吗？第四，就算他们俩有些磨磨掐掐，那也是你有情我有意，不妨碍抗日。现在我们去对他们说什么？弄不好打完仗，人家成两口子了，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告诉你们，这种二半吊子的事情，本大队长是绝对不会干的。我说吧，找他没用，弄了半天，花香屁臭的分不清了，倒成了我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不管了。这陶三河还长脾气了啊！你也回去吧。大队长，好了，东方，你回去吧，我要换衣服了。我要换衣服了，那事情就这样吧。什么叫就这样了？我们是新四军，是有纪律的，不能放任自流。纪律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人拉屎放屁？人家弄点男女之间的事儿，你就盘根问底，也不嫌龌龊。你要去问人家，你去问人家，问急了，人家说是我们在一起就是干这事儿了，你能把人怎么样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朱一道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就你这么放任自流，到时候出了问题算谁的？出问题能出什么问题？大不了造俩小新四军出来。那好啊，我给他们发机关枪。江大牙，你全是鬼话，就没个正经样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会去找杨司令反映你的。那好啊，见了杨司令，顺便问问，咱结婚的事情有着落了没有？结婚？你要跟谁结婚呢？着急了？还能跟谁啊？当然是跟你了。张大牙，你鬼迷心窍了，出什么洋相？什么叫出洋相啊？上级规定258团，第一，杨司令说了，我的级别是团营级，本大队长作战有功，靠团不靠营。第二，当年在蓝桥部，我就救过杨司令的命。参加革命从那时候算起，正好8年。第三，算上闰日闰月，算上虚岁，我早就过了27、8了，所以我就给上级打了结婚报告。张大牙，你说这话是开玩笑的还是当真的？当真的，你怎么样？开玩笑，你又怎么样？你要是开玩笑的，那我就求求你以后别再开这样的玩笑了。你要是当真的，我今天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。你不喜欢我？啊！不可能！你怎么会不喜欢我呢？你凭什么不喜欢我啊？鬼子汉奸才不喜欢我呢！你倒说说，我到底哪一点不讨人喜欢，不讨你喜欢？你张大牙，讨人喜欢的地方有很多，可是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更多。说出来看，说对了咱可以改。说呀。
就说。别的毛病我就不多说了，单说这一条也是我最讨厌、最不喜欢的。不过说了你也改不了。笑话！杨司令说了，共产党员能把石头炼成钢。我堂堂的大队长还改不掉个臭毛病？我跟你打赌，我要是改了，你是为我点什么？这条毛病真的不是你说改就能改的。你要是跟我打赌的话，你可就输定了。我要是改不掉，从此不提我们俩的事情。我要是改了，改彻底了，你就得答应咱俩的事情。你看行吗？说吧，我有什么毛病？那好，我说可以，但是我说出来了，你就要改。你要是改不掉的话，以后就不许你再瞎说了。我要是改掉了，你就得同意咱俩的事情。姜大牙，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！哼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我讨厌你的不是别的，就是你这颗大牙。当真？当真。歇歇吧，吃点东西。二月呀，又给我煮荷包蛋了。哎呀，在你们这住着，都快把我给惯坏了。来来来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，可惜我也不识个字儿，看着你为咱们穷人吃苦受累的，也帮不上忙，只能为你望望风，做做。歇歇吧，吃点东西。二月呀，又给我煮荷包蛋了。哎呀，在你们这住着，都快把我给惯坏了。来来来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，可惜我也不识个字儿，看着你为咱们穷人吃苦受累的，也帮不上忙，只能为你望望风，做做饭。啊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大队长，你的名号？新四军陈埠县大队长姜大牙。啊，我们完成任务以后，四处这么一贴，吓死这些狗日的！不贴了，这东西以后别贴了。哎，这不是你定的规矩吗？规矩就不能改改吗？就是啊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该谦虚的时候就得谦虚点，以后要给鬼子汉奸留名号，就留信的。黄大虎，到，把昨晚我写的那东西拿过来。是。看看这个，国民政府麒麟山行政公署是，就咱们自己委屈点，明确有个隶属关系嘛，也逼他积极抗日，别老雷声大雨点小的。说吧。是，出发。备人，下要转，齐步走。耶，嘿，大帅哥，大字有长进啊！鸡飞狗跳，改牛马进圈了。这小子夸我呢。
那是夸你吗？还得练呢。牛马进圈，嫌我写的挤了？注意到，个狗日的！他说话不多，好像不太对劲。是啊，我也感觉他沉默寡言的。不知道是不是领导们的意见又不太统一了？不会，他是老红军啊，大风大浪的，经历了多少阵仗？会不会是跟江淮军区的老司令、老政委调走有关系？行了，领导们的事儿咱们别瞎猜。是，听到了不老少。嗨，哎，那不是李政委吗？明白了啊，是啊。李政委，快走。李政委，那是谁呀？江大队长，最近县大队发生情况没有？你指的是哪方面的情况？当然是我这个大队政委应该了解的情况。啊，你比如说，中队以上的干部当中，有没有公然违反纪律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？好像没听说嘛。还在公然的袒护。啊，注意到的情况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李书记，你要是听到了什么情况，你完全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我。啊？散会。各班回去整理内务，打扫卫生。到这儿。注意到。到。你帮我擦擦枪。我给你擦枪？怎么？打了几次胜仗就了不得了？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？哎呀，往常啊都是自个儿擦枪，现在牛了，让我这个中队长亲自给你擦枪。我这好歹也是个官儿啊，管着100号的人，我哪有这闲工夫？烦了？你如果烦了，可以换个人去管，怎么样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呢是说这个枪吧，它，哎，你那颗大牙呢？他妈大惊小怪，拔了，拔了。哎呦，怪不得我怎么看你怎么觉得不得劲儿啊？这好端端的你拔它干嘛呀？不干嘛，带着他吃喝20多年，嫌他累赘。不对吧？有人了吧？啊，怪不得最近这段时间是又讲卫生又讲形象的，是不是东方政委给调教的呀？哎，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个牙是不是他让你拔的？哟，你别说，你这颗牙这么一拔呀，没有以前俊了。变丑了。是，咱蓝桥部来的人，就属你朱玉道最俊了。有本事啊，又会打仗，又会风流。嗯，搞女人都搞到本大队长头颅去了，给战士做榜样啊！没有的事儿，没有的事儿。江大队长，你从哪听到这些消息的？说不定是坏蛋搞阴谋，破坏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没有？当真没有？哦，说嘛，有人跟我说，朱玉道在江田集搞了个女人。
我说新光棍就怕老邻居，朱玉道我太了解了。打鬼子凑合，搞女人他不灵光，既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其实说你搞女人是抬举你呢。你没弄也好，集中精力，对鬼子搞点小出击。大牙哥，那你这个大牙，你还有闲心管我的大牙？你他妈一屁股的荒草树根还没捋干净。朱玉道，你到底搞没搞？没搞，绝对没搞。你不是刚才说了吗？我没这个胆量，我也没这个能耐啊。大哥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能跟你比啊，我连敢天上想我都不敢想啊，别说碰女人，不是，别说跟女人，不是，他这个女人，我就是见到女人了，我这心里他都哆嗦呀。你小子是闷头驴子偷夫子，不哼不哈的占便宜。你以为你干得巧妙？那点破球事儿，连大队部的耗子都知道了，整个麒麟山已经传得骚乎乎的了。李文斌交给本大队长一个材料：某月某日，朱某某跟岳某某到了某某瓜地干了某某勾当。某月某日，岳某某跟某某人说，抗日胜利以后，要跟朱玉道到泸州城去。某月某日，朱某某说梦话啊，女人的肉真香。你他妈以为自己隐蔽？你他妈全攥在人家手心里了！跟我来。大爷哥，你给我看看。你看看，好看吧。能看懂几个呀？他写的啥？这上面说，和我刚才跟你说的差不多。他娘的，李文斌，竟敢派人窝老子的底，老子查出来，给他删了。你先别忙着删人家，那事儿到底有没有？告诉我，要不是东方和老宋拦着，我早就把你捆到梅岭，交给杨司令亲自审问了。大爷哥，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吧，有的老子说了，有的老子也没说也没做。朱玉道，你扳着指头算算，这几个月我跟你冲过老子吗？你再冲一声老子，我的枪口就抬高1寸。你这套吓唬二鬼子还行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些事儿你们问来问去的干嘛呀？多没味道！有，他娘的有这事儿，我搞了，就是搞了。我就不相信，你小子搞那事儿的时候，会把富抗会和2中队的队员都组织起来集体观看。你把我当驴了？今后，第一，不要再和岳秀云勾勾搭搭，要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，不许再偷鸡摸狗。第二，睡觉的时候，你小子嘴里含个驴粪蛋子。为什么？省得你再说女人的肉香。老朱，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能见面了。工作上可以见面，可是他娘的瓜棚进不去了。那你以前不是说过，那江大队长从骨子里是护着你的吗？那咱就不能通融通融啊！啊！护着是护着呀，可这狠话也说了，说由于斗争的需要，
暂时先放我一马。但是这笔账他给我记着了，等抗战胜利以后，新账老账一起算。那咱以后咋办呢？啊？咋办啊？秀英啊，咬着牙耐心等待吧。大鬼子是持久战，这瓜棚的事儿也要打持久战。等抗战胜利了，把小日本赶走了，老子把南京城和泸州城里全都搭上咱们的瓜棚。大哥。这个问题大家回去研究一下，啊，有些事儿啊，可以找个别人谈话。李书记李政委，李书记李政委，今天会就开到这儿，回去吧。好。哎呀，江大队长，李书记李政委啊，来，请。哎呀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江大队长是很难得到我这来一趟。李书记李政委，你批评的对，我以前是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你。你是老干部老党员，别跟我这粗人一般见识。听江大队长的口气，好像是做检讨嘛。我就是来检讨的。杨司令说过，不会做检讨的干部不是成熟的干部。既然这样，本大队长当然要做成熟的干部了，当然得学会做检讨了。再说了，我是跟您李政委、李书记做检讨，又不是什么外人。江大队长，有什么事儿吧？啊，是这样。我以前呢，对你李书记、李政委不够尊重，不够礼貌。杨司令、王政委狠狠地敲打过我。比如上次，其实你想要支好枪，我没当回事儿。为这事儿，东方政委狠狠地批评了我。我想，怨不得李书记、李政委对我有意见。怎么办？咱拿实际行动改呗。正好，这次搞小出击，缴获了一支好枪，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。王德虎，到。哎呦，大队长，这是给我的？当然，在本县大队范围内，除了你李书记、李政委，谁还配用这把枪啊？你看看，这钢火，这烤篮，这枪型，配上去就增加几分精神。还有，这枪管，这弹夹，这握把，要多顺手有多顺手，比驳壳枪强100倍。说实话，要不是考虑到你我的将相和，本大队长差点就留下自己用了。哎，这谁缴获的？注意到的2中队。
江大牙和李文斌这2位同志的关系有所改善？我耳边也刮了几句，具体情况啊还不是很清楚。这回倒是江大牙主动上门的，还专门送去了防身的武器，并当着他的面做了自我批评，态度比较诚恳。这个李文斌也比较配合，但总的来说，江大牙能够这么做，确实不简单。包括打仗留名这些问题，说明他在学习思考，在学习研究战斗策略。政治上有长进。看来江大牙这个人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救药。基层干部要都这样，咱们的工作不就好开展多了？是吧？老杨，在如何对待基层干部的问题上，你确实有经验。真的，在很多问题上，很值得我去向你学习。我也是在天天学习，从你身上、基层干部身上学到不少东西。我们互相学习吧。老杨，你们都在啊？军区会议提前了？出了点事儿，让我先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有人给江淮军区和分局的新领导写了一份材料，集中反映我们麒麟山军分区存在着种种的问题，要专门对我们麒麟山军分区进行调查。我就是陪着特派员一起回来的。什么信呢？老张，你真的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可那份材料的落款，写的是你张朴槿的名字。坐吧。你是说这份材料是你写的，但不是你送给军区和分局领导的？是的。这份材料我没有送上去，没有交给任何领导。可这上面抬头分明写着江淮军区、江淮分局领导，这你又怎么解释呢？我最初打腹稿的时候，确实是想写给军区和分局的，但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后来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原因就是我在和杨廷辉同志征求意见，甚至争论的时候，我发现当时我有些想法都是模糊的，而且有些问题也缺乏足够的证据。但是我当时确实想通过我的举动，使杨廷辉同志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他不仅认真思考了我的问题，而且还专门召开了军分区党委和特委的一个特别会。在这个会议上，同志们各抒己见，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党委内部更加团结了。基于此，在会议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说咱们把这个手中的材料全都给它毁掉，不要带出去。我想说明的是，这个材料是我写的，这一点千真万确。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送上去，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。那你认为，你们内部哪位同志会把这些东西送上去呢？毕竟，这些材料并没有长腿吧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无法判断。老杨、老王，你们能不能停下来啊？我不想过多的解释什么，我只想说一句：我没有向任何人送过材料。我今天找你们二位，
是因为我相信你们。我苦思冥想了一整天，我现在脑子很乱。我想让你们帮我回忆一下，那天散会以后，我抄写的那4份材料，还有那份底稿，是怎么处理的？那天大家都在啊。我和老窦的2份材料，当着大家的面烧了。老温那份材料倒是交到你手上了，你给撕碎了。我那份还在，你的那份就是不在了，你也不可能自己告自己，那不符合逻辑啊。可是见了鬼了，你那里1份，我还有1份底稿，锁在柜子里了。可是特派员面前那1份，明明是我的亲笔所书啊。我那份底稿。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再来一次，小崔，你来带他们读一下。万副政委，来检查我们工作吧。跟我读一遍啊！检查什么工作呀？我刚从江淮军区回来，顺道来看看你，啊，也看看部队。那我把江大队长他们叫过来。不必惊动他们啊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这次我主要想找你单独谈谈。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明英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在陈部县也工作好几年了，嗯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想法啊？我这个人各方面水平都不高，我就想努力跟上形势，然后呢，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你就不想换个环境？万副政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懂。我觉得你更适合在机关工作，那样更能发挥你的作用。怎么了？组织上要调我回梅岭吗？不，目前还暂时是我个人的想法。不过我想用不了多久，可以实现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文英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绝密的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麒麟山革命根据地，下一步马上要进行领导改组，上级组织已经考虑由我来担任军分区的政治委员。那杨司令呢？其他同志的事情，我就不便多说了。总之，这次调整的力度不会太小。文英，我想，一旦命令宣布下来，我就把你调回来，也免得像这些年，只要战争形势一紧张，我就替你担惊受怕的。如果是征求我个人的意见，
万副政委，我还是选择留在基层。老杨，你找我？先坐。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，有关领导给我打了招呼，准备调整一下麒麟山的领导班子。我被调到江淮军区当副参谋长了。你们这儿呢？老窦，分区司令，任命老万分区政委。你特委书记李文斌同志是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委副书记，是你的助手。张坡庆同志降职了，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。这是对麒麟山领导层的大换血嘛？这动作也未免太大，太突然了。这不是个人的去留问题了，这关系到麒麟山的发展巩固问题。我必须马上去军区找有关领导反映我的意见。这怎么会做出这么样一个决策呢？总是有原因的吧？种种可以明说的原因，和种种不能明说的原因。那你到了军区之后，话怎么讲呢？那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说。我敢说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、更熟悉麒麟山的斗争形势。这个节骨眼上调我走，它会对麒麟山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我可以说，这是对麒麟山的一个损失，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。你可以再让我工作一段时间吗？我一边工作，我可以一边完成交接。这个时候你调我走，我在人事安排上，我也是很有意见的。万古碑同志当政治委员不合适啊。政治委员是政工干部，可他是军队的政治干部，他是要打仗的。老万同志。
呦，这大军，你连夜往这赶的？快快快，坐。嗨，你有什么事儿，言语一声，我赶去就行了嘛。少啰嗦，给我弄点吃的，一会儿我还得赶路。快，学生，给杨司令来盆面鱼。是。哎，把那个东方卫英也叫来。好，黄大虎，你快去。是。司令，我这有罐头。哎，这个臭小子搅和了日本罐头，自己留着吃啊，不上交。啊，不是，这是东方文英的主意，说是给过路的首长和伤员预备的。说实话，这铁皮盒子里装的什么，是什么东西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想的也倒是周到啊！要说你一点腥没沾，我也不信。看你开罐头这个架势，不是头一回啊！哎，你再给我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笑一下。牙呢？敲了。撬了？干嘛撬了？为了爱情。谁教你这个词儿啊？我自己看来的。丑，丑死了！你干嘛撬了？敌人就怕你这个牙。啊不，敌人怕的是我这个人。你本人有了这个牙，敌人他就更怕。你干嘛撬了？那怎么办？难看死你！你这胡闹！你那么好的牙，你干嘛撬？杨司令，杨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东方文英啊，我是有一点紧急的事情，也是临时决定拐过来了。有一些事情要给你们两个说一下。是不是分区领导要换人了？干什么换人？换什么人？不要激动。任何一个时期，任何一级组织，领导班子的调整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。你们二位没有这方面的历练，所以我才决定过来，要给你们交代一下。牙呢？你别管牙了，为什么杨司令？你们干的好不好，直接影响一大片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识大体、布大局。特别是你这个姜大牙同志，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你再给我说一说。第一，要从党部出发，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这次调整，处处顾全大局。第二，不管是谁当领导，都是组织决定，都要认真服从，处处配合。第三，在具体问题上，特别具体到作战方针上，要避免盲动，要保存好部队的实力。我放心了。不能不走吗？这傻话！男子汉，你倒什么名堂？你哭哭啼啼。干革命事业，聚散离合是常有的事情。你们二位今后也会遇上的。陈部县的革命事业，我杨天辉就拜托给你们。
不能不走吗？这傻话！男子汉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你哭哭啼啼的。干革命事业，聚散离合是常有的事情。你们二位今后也会遇上的。陈部县的革命事业，我杨天辉就拜托给你们。回来了，大队长。王大虎，到。笔墨伺候。是。今天召开一个临时会议，传达江淮军区和分局的一个通知。因形势需要，暂调祁连山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廷辉离职学习。在此期间，由窦玉泉暂时代理司令员职责。由特委副书记万古碑临时代理特委书记，特此通知。下面请窦代司令员、万代书记讲话。我还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和大家见面吧，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。哎，我来说两句。对于上级的通知精神，我表示坚决的拥护和服从。对于组织的信托呢，深感鼓舞。我一定恪尽职守，不辱使命。把祁连山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做好。同志们，当前的革命形势很好，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大发展。革命是扬眉吐气的事业。是波澜壮阔的事业，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东躲西藏了。那不是革命，是软弱，是屈服，是退缩，是投降。我们应该高举起革命的旗帜，进击，进击，再进击。所以我建议，近期学习百团大战的模式，组织一次较具规模的破袭战。在全祁连山地区，组织10个大队和独立营的兵力，在东北方向切断洛安城至泸州和南京的运输线，西北方向袭击南河、太阳等地的敌人的据点，让洛安城成为一座孤岛，从而围困日伪军。老万关于下阶段作战的主张，实在是太唐突了。我曾经接受过大兵团作战的训练，而且在地图上已经推演过无数次。我何尝不想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？可是只要你冷静下来，把敌我的力量对比和分析一下，你就不难看出，孤注一掷、投入血本的战法那是不理智的。老张，你想想，洛安州和周围各县
日伪军加在一起2万多人，而且武器精良，据险守固。高汉营数千兵马尚且是按兵不动，我们的实力远远逊色于他们，却要全部出动。你说这能是明智的决策吗？抗日战争不胜的悲观论调，那是错误的。但是速胜的、盲目的乐观，同样也是错误的。还是应该坚持打持久战。老杨的把握还是正确的。对呀，要在坚持持久的基础上，在绝对有利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有所作为嘛。老万这个人实在是太不会打仗了，他这完全是意气用事、一厢情愿的。我看他这个做法不可取。我理解，你们2位刚刚上任，总有要大干一番的想法。但是就麒麟山的整个大局来看，老杨的离职学习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，需要我们用战斗的胜利来巩固眼前的形势。所以说，我才找你来商量嘛。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，在榆林寨实施8点战斗。我找你看啊，榆林寨是麒麟山游击支队的根据地，我们拿下它，在政治和舆论上就已经得分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榆林寨和日军的主力相距比较远，一旦打起来，他根本来不及增援，便于我们迅速的解决战斗。那么第三，虽然他在这周围修建了很多的碉堡和工事，但他拢共只有1个日军小队和2个伪军中队来把守，我们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把它吃掉。所以我想，只有具备了以上3点，这场仗才能打。你是局师指挥员，打仗的事儿，你负主要责任。我呢，做一些动员工作，组织后方的保障。哎呀，可是问题是，这榆林寨的正面就是陈部县呢。那么这次战斗，肯定是要由陈部县县大队作为主力来担任。可我对姜大牙，这心里实在是没底啊。姜大牙是新四军的大队长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他不敢马虎。这样吧，你布置任务的时候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太好了。你干什么？浪费了。你把它捡起来，人家一问，你说是大队长写的，那不是出我的洋相吗？那我就说是我写的。你写得了这么好吗？写不了。不过人孔老夫子说了，什么都能丢，就是写字的纸不能丢。哦。孔夫子说过吗？说过。在哪本书、哪出戏里说过？反正孔老夫子说过。这凤飞顶3个字太难写。那是，要是好写，人东方政委就不让你练了。东方政委说了，你要是把这几个字写好了啊，那以后什么字都能写好。多嘴，你懂个屁呀！我怎么不懂？人东方政委说了。你懂，你怎么当不了大队长啊？我写个日子。哪个日子？还有哪个日啊？日本人的日，狗日的日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个字我见过，就像大门上插一门栓。哎，队长，分区首长来了。收起来，赶快。为什么？叫你收你就收。让他们看见不更好？
说明你大队长爱学习，文化水平提高了，那多好啊！乔罗斯，都在司令啊。你好，您好，请。我说，坐。您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慌里慌张的。没有，昨天尤大头来劳军，送来了几坛子好酒。我叫炊事班做几个菜，请首长们打打牙祭。王大虎，到，去把东方副政委叫来。是。你这个姜大牙呀，见面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说打牙祭，好像我们到你这儿来就是为打牙祭来的。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？有福同享嘛。既然张主任不喜欢打牙祭，那行，我请张主任吃糠咽菜。小贾，通知炊事班。哎呀，老张啊，这打牙祭有什么不好啊？咱们在分区个把月都闻不到肉腥味儿，他姜大牙这是有吃有喝，当然得见面分一半了。哎，咱们可说好了，我们不但要吃，吃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带。啊，行，喜欢什么拿什么，只要我姜大牙有的，绝不窝藏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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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有些同志提出啊，我们要以百团大战的模式，在整个麒麟山组织10个大队和独立营的兵力，打一场较具规模的破袭战。但是经过了认真的分析以后，我觉得啊，从目前敌我兵力的对比情况来看，这种盲目的打法那是不理智的。所以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以后，我决定，首先选取榆林寨做一次靶点战斗，把那儿的日伪军全部打掉或者赶走，让它重新变为我们的根据地。这个榆林寨被日军占领以后啊，共有2个日军小队和2个伪军中队把守，是安在麒麟山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。考虑到榆林寨就在你们大队当面，而你们大队的战斗力又比较强，所以这个靶点的任务，分区决定由你们来担任。这次战斗谁指挥？啊，是我和张辅警同志。有杨司令的命令吗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杨廷辉司令员已经决定上调军区了，先离职调学。现在我是麒麟山军分区代理司令员，张辅警同志是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负责这次行动的政治保障。你带司令员的事情我知道，可杨司令还是司令啊。你的司令员前面不是还有个袋子吗？没有杨司令的命令，这个仗我不能打。姜大牙，你还有没有纪律观念了？啊？陈步县县大队是党领导的，还是哪个个人领导的？窦玉泉同志现在是代理军分区司令员，对麒麟山的军事工作负全部责任。你为什么不听从他的指挥啊？啊？3大纪律8项注意，你还要不要了？你少吓唬我！我来当大队长的时候，杨司令有过交代：兔子不吃窝边草。打鬼子别处打可以，但榆林寨不能轻易打，要把战火烧到敌占区去，弄到高汉营那儿也行。榆林寨不能轻易打，榆林寨一打就把乐安州鬼子报复的目标引过来了。岂有此理！哪有怕鬼子报复就不敢打的道理啊？啊！我要告诉你，姜大牙，如果你不执行命令，我就以抗日不力的名义撤了你。当真？我再问你一句，
你执不执行命令？你们听着，没有杨司令的命令，我这儿一兵一卒，你们都休想拉过去。江大牙同志，你听清楚了，现在我向你宣布一项决定：鉴于陈部县县大队大队长江大牙同志拒绝执行上级命令，临阵畏敌，现决定免除江大牙同志陈部县县大队大队长一职，部队交由副大队长宋尚大和县大队政委李文斌统一指挥，江大牙同志隔离审查。此决定即日生效。新四军麒麟山军分区代理司令员窦玉泉，政治部主任张福景。来人呐！大队长，这2个人背着杨司令另搞一套瞎指挥，先把他们捆起来，送到杨司令那儿去。江大牙，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江大牙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要冷静。2位首长也别着急，都是自己同志嘛，有话好说。捆起来！注意到，你要是不捆，我把你捆起来，动手！江大牙，怎么？你江大牙要捆人？那好。要捆，你就先把我捆起来吧。注意到，你们先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处理。是，走。窦司令，张主任，你们先坐。不坐了。今天我们到这儿来，就是来下达任务的。要说的，刚才窦代司令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既然江大队长是这个态度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你们自己研究吧。那就先这样吧。两位领导慢走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看你今天又转错哪根筋了。我转错了筋，是他们转错了筋。杨司令刚刚离开麒麟山去学习，他们就跑到这儿来耍花招，还命令我去打榆林战，你知道吗？这叫一个卵子敲石头。以卵击石，卵在这里是蛋的意思。对，卵就是蛋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总是上级领导，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要捆人呢？我是随便捆的吗？他张不仅以势压人，先要以通敌罪来论处我。
叫老王也行啊。啊，王政委，你不知道小鱼他是个小偷。是啊，小鱼过去是个小偷，可他现在是你的同志，是你的战友了。就是因为这点，我不能接受。知道小鱼的身世吗？不知道。小鱼从小就是个没娘的孩子，他爸爸在泸州做点小生意，一直是想娶一房，能够照顾好小鱼。结果也没想到娶回来的是一房母老虎，无奈之下就把他送到了上海，投奔他那个表哥。表哥是个有钱人，整天住在公寓里面。小鱼到了上海，就进了当时最好的一所女子学堂。时间不长，他发现他这个表哥是个贼大王。贼大王？高兴了，有时候还教上小鱼几手。时间过了不久，他的表哥被府上抓进了大牢。他到监狱里去探监，表哥对他说：“我们偷，是为了打抱不平，是为了我们那帮穷哥们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就别偷了，去找你那个表舅，你跟着他，或许能好一些。”所以小鱼辗转反侧，就来到了咱们麒麟山。那他表舅是谁？我。你？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。难道小鱼不包括在全人类当中吗？小鱼一旦参加了革命队伍，那就意味着他参加了革命。革命是干什么呢？革命就是要摧毁一个旧的世界，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。当然，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，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，使我们更纯洁。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帮助那些从旧社会来的，身上带了一些旧习气、恶习气，帮他们洗刷干净，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迎接一个崭新的社会。王政委，像江大牙这种人能改造好吗？春莹呐，难道你没有发现，江大牙现在已经开始在进步啊？大哥，你今天约我来吃饭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从我一进屋，你一直不肯说，现在该说了吧？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中华民国30年9月，在秋季长江北岸一次小规模炮战后，国军某步炮连官兵近100人，全部死于奇怪的病症中。据化验认定，此系日军发射化学弹所致。根据各方面情报综合分析，此种炮弹乃从关外运入。目前极可能秘密囤积在洛安城内。长官部发来密电，严令你部派得力要员，迅速深入洛安城内，秘密查清日军拥有化学弹数量及囤积地点，
并且设法予以销毁，务使不得外运再对我形成威胁。大哥，你是想让我去洛安城？洛安州的情报站已经瘫痪，你通晓日文，又受过专门的间谍战的训练，派你去最合适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意思？例如，正好隔断我和石云彪的联络。我知道你会这么想。多年来，在石云彪的问题上，你我各执一端，屡屡争吵不休。可你毕竟是我血脉相通的亲妹妹吧？如果不是抗战大局的需要，或者另有合适的人选，我哪里忍心让你去深入虎狼之穴呢？万一你要出点什么岔子，我如何面对家人？难道我就不怕千夫所指，让人唾骂吗？说到底，你我都是抗日军人，身负抗战守土之责，终归要以国家大事和服从命令为天职啊！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只有忍痛做出这个决定了。对吧？是你。陈梦涵，我奉命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，临行前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啊，都了。武参谋，这种地图要保证连山军官人手一份。对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团长，我不是为了公事来的。好，坐吧，说说你的私事。团长，不是我的私事，是你的私事。我的什么事？有人托我给你带个口信儿。谁呀？高秋江，高队长。我不认识他，你也不要给他带什么口信。团长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回去吧。团长，我的口信还没有带到呢。好，什么口信？你说吧。他让我转告你，今天下午2点半，在对面山岗上见面。
怪物，简直是怪物，难以理喻的怪物。我看啊，你不要太怪罪石团长啊。他是长官，我有什么资格怪罪他？只是人家高队长，一位女士，她应该具备最起码的礼貌。严重了，严重了啊！也许吧。老赵，我不愿意看到79团的军人给任何人留下不懂感情、不懂礼貌的印象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没有说完。尤其是石团长，他的言行，那是大家的表率嘛。那你也不问问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还能为什么？老弟呀，人呐，喜怒哀愁，总是有个原因的嘛啊。好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。唉，这事儿啊，团里没人知道，我也是了解个大概。这大概是7年前吧，石团长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，回到咱们79军当代理连长。我那会儿是个排长。唉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收到他外祖父去世的消息，回到皖南去奔丧。他有个亲戚是什么拐弯抹角的外书公，姓高，哎，那可是个大户。那天晚上，土匪突然袭击，包围中央要抢劫。咱们石团长仗义勇为，凭着一身好枪法，打死了匪首的兄弟，解了高家的危难，轰动四乡啊！高家呀，有一男一女，就是高焕英和高秋江。可是按辈分排下来呢，这个高秋江比咱们石团长长1辈。麻烦就出在这位17岁的长辈身上。高秋江亲眼目睹了咱们石团长的神勇，竟然死心塌地要跟上他。哎呀，干柴烈火啊，就好了一场。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皖南这个地方，最讲儒家礼教。高家的祖上就曾经受过皇上3次亲封的贞节牌坊，那还了得呀！结果自然而知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出事儿了呗！我把石团长带回来，石团长是皮开肉绽，浑身浮肿，差点都死了。是这样。你不是说我是你表姑吗？好啊，你过来，我让你背我回去。我才不怕别人笑话呢，我就让你背我回去。志江，你真愿意跟着我？我愿意，我1000、10000个愿意。
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怎么了？你看见了，他在等你。我知道了。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丢人现眼啊！彪子哥，你听好了，我就是高家的贞妇烈女。我要是看上了一个男人，我就会一命相许。放开我，彪子哥！放开我，彪子哥！男人的身上有热血，男人的身上有彰显，是你那温柔的微笑，把他的野心化解。不